寒冷的天气里，许多人习惯随身带着保温杯，装满热咖啡或热茶取暖。但是，你能想象每天捧在手心带来温暖的保温杯，竟会成为慢性毒药吗？最近，台湾就发生了一件让人不寒而栗的真实案例。一名50多岁的男子，因为长期使用同一只保温杯装热咖啡，最后竟然铅中毒身亡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一个小小的保温杯真有这么可怕的威力吗？故事从一场离奇的车祸开始。一个清晨，这位有30年驾驶经验的中年男子开车上班，路况平静，没有任何异常。然而，突然之间，他毫无预警的精神恍惚，既没有减速也没有刹车，直接撞上路边的一家早餐店。巨大的撞击声吓坏了旁人，所幸这场意外没有波及无辜路人，而男子自己也奇迹四地，没有明显外伤。当时大家都纳闷，他既没有喝酒，出门前自觉精神状况良好，怎么会无缘无故松开方向盘，连刹车都忘了踩？难道是突发中风或心脏问题？带着这个疑问，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。医院里，医生给他做了全身检查和脑部扫描，结果让医护人员既疑惑又震惊。男子的头部检查并没有颅内出血或中风的迹象，但却发现大脑皮质萎缩的现象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脑部皮质居然出现了明显的退化，仿佛老年失智症患者的大脑一般。此外，他的血液检查显示严重贫血，身体红血球严重不足，肾功能检测结果也不理想，显示肾脏受损。这一连串结果让医生百思不解。一场车祸不至于在刹那间让人大脑萎缩，贫血又肾坏掉啊！这些问题看起来更像是长期慢性疾病导致的，而非车祸的急性伤害。究竟是什么隐藏的原因在吞噬着这位男子的健康？主治医师开始详细询问男子近期的状况和生活习惯。男子回想后透露，近几个月来自己确实常常感到莫名的疲惫，精神提不起劲，稍微工作一会儿就觉得累。此外，他还发现自己的味觉变怪了，总觉得平日爱吃的菜变得不够咸，每次都想多加盐巴才能尝出味道。这些症状看似平常，疲劳、口味改变，很容易被认为是年纪大了或工作压力造成的小问题。然而，在经验丰富的医师听来，却隐隐透出不寻常的信号疲劳、贫血、脑部退化、味觉变化、肾功能异常。这组合让医师想到了一种可能性：重金属中毒。会不会是某种重金属长期在侵蚀他的身体，导致这些慢性症状？于是医生立刻安排了进一步的毒物筛检，结果很快出炉，证实医师的推测，男子体内的铅含量严重超标，他罹患的是铅中毒。这个结论让本人和家属大吃一惊。铅中毒，这可不是什么常见病，一般人日常生活中怎么会碰到那么多铅？他并非从事电池制造或油漆工这类高风险职业，平日生活简单规律，铅从何来？医生也想弄清楚真相。如果找不出中毒源头，患者就算暂时治疗改善，回家后继续接触铅，健康还是会再恶化。于是，这场诊疗变成了一场抽丝剥茧的破案过程。铅到底藏在哪里？医生细细盘问男子的生活细节，家里的饮用水管是不是老旧铅管？不少老房子的水管含铅，家中装潢有没有使用含铅油漆？甚至询问是否服用过来路不明的中药或偏方补品，某些不合格的草药、保健品重金属含量超标。男子一一回想并否认，他的生活听起来并无明显可疑之处，不烟不酒，没有怪异的嗜好或特殊接触含铅物质的情况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时，一件看似平常的小物件引起了医生的注意。男子随身带来医院的一个破旧的保温杯。当时男子住院观察，床头就放着他每天都离不开的保温杯。医生随口问了一句：你这个保温杯用了多久？男子答道：应该有10多年了吧，从很早以前买了，就一直用它装咖啡。10多年。医生听了眉头一皱，拿起杯子仔细一看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这只不锈钢保温杯的内胆早已锈迹斑斑，内壁上布满了棕黑色的锈斑和细小裂痕，杯盖和杯口也因常年使用而磨损变形。可以说，这只杯子的内层已经千疮百孔，表面完整的保护层早就不存在了。医生这才意识到，
原来罪魁祸首一直隐藏在日常生活中，正是这个男子舍不得丢弃的老旧保温杯，一点一滴的把他送上了不归路。我们平常印象中，不锈钢餐具应该是安全的，毕竟名字里就有个不锈。难道不锈钢也会释放出铅这种毒素吗？其实不锈钢并非绝对不生锈，不溶出任何物质，它只是在正常条件下不易锈蚀。不锈钢是铁、铬、镍等金属的合金，依照配方和品质不同，分很多型号。常见的食品级不锈钢，比如304不锈钢，含有约 18% 的铬和 8% 的镍，这些元素形成一层致密氧化保护膜，能防止铁生锈。同时，镍可以增加强度，防腐蚀。理论上，304不锈钢制的保温杯在完好状态下接触一般食物和饮品是安全的，重金属溶出量极低。但是这一切有个前提，材质要合格且表面完好无损。如果保温杯使用了劣质金属材料，或者常年磨损，内层受损，那可就难说了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一些廉价保温杯的生产商为了降低成本，可能使用工业用不锈钢甚至废铁回收料来制造内胆。这些低品质金属材料里往往掺杂着过量的杂质和重金属，例如铅、镉、铬等。在正常新状态下，也许这些有毒金属被包裹在钢材中，不会马上跑出来。可一旦保温杯内壁的保护层被破坏，或者遇到高温酸性环境，这些重金属就会慢慢溶出，进入你的饮料。试想一下，每天早上你往保温杯冲入滚烫的热咖啡，同时也悄悄把一点点铅隔溶进咖啡里。你一边喝咖啡提神，也一边喝下了微量的毒金属鸡尾酒。短时间内你不会察觉异常，毕竟每天摄入的剂量或许很低，喝下去的咖啡味道也没什么变化。但经年累月，日积月累，重金属在体内不断蓄积，终有一天会达到引发中毒症状的阈值。到那时，身体早已深受其害。那名男子的情况正是如此。他每天早晨将热腾腾的咖啡倒进已经锈蚀的保温杯里，然后带去公司，一杯喝上一整天。热咖啡本身呈弱酸性，再加上长时间浸泡在杯中，不断与金属内胆接触，对一个内壁完好的优质保温杯而言，这点酸性不足以溶出有害物质。但对于一个内层龟裂、生锈严重的杯子来说，这就像在伤口上撒盐，加速了金属的腐蚀和溶解。咖啡中的酸与杯壁暴露的金属作用，每天都溶出极其微量的铅离子，混在咖啡里一同入口。或许刚开始剂量很低，人体自己能慢慢代谢掉。然而这个男人持续10几年如一日的喝铅，铅逐渐在他体内积蓄起来。铅这种金属特性狡猾，它会欺骗身体，把自己嵌入骨骼和组织中长期潜伏，一边干扰正常的生理机能，一边不断累积，最终他的神经系统、造血系统和肾脏都被常年的铅负荷拖垮了。让我们暂时走出这个故事，聊一聊铅中毒到底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影响，为什么这么严重。铅是一种柔软的重金属，古代常用来制作水管和器皿，也用在颜料和汽油中。后来科学家发现，铅对人体没有任何生理功能，相反却会造成多器官损害。当铅透过饮食或呼吸进入人体后，它会随血液循环到处跑，干扰细胞的正常运作。首先，铅会阻断造血功能，它干扰骨髓中血红蛋白的合成，导致红血球生成障碍，所以中毒患者常出现严重贫血，脸色苍白，容易疲累，头晕目眩，稍微活动就气喘吁吁。男子总觉得累，脸色不好，其实就是贫血在作祟。铅还特别偏爱与我们的神经系统作对，它能穿过血脑屏障，在大脑中沉积下来，直接损伤神经细胞，破坏神经传导。长期累积的结果就是出现认知功能退化，表现为记忆力下降、思维混乱、个性改变，严重时就像失智症患者那样。回想一下，这名男子在发病后期已经出现类似失智的症状，开车走神撞车，反应迟钝，甚至吞咽功能都出问题，最后因一场呛咳导致吸入性肺炎去世。铅对脑部的伤害是不可逆的，一旦造成脑细胞死亡，
即使后续把血液里的铅降下来，受损的脑部结构也很难完全恢复。除了脑含血，肾脏也是重灾区。肾脏就像身体的过滤器，负责把毒素含废物过滤排出。然而重金属会伤害肾脏的过滤单位肾小球和肾小管，引发肾功能异常甚至肾衰竭。男子检查时发现肾功能不好，就是因为长期铅负荷已经让他的肾脏不堪重负。简而言之，铅中毒会让人变笨、贫血、肾坏，而且还可能高血压、消化不良、手脚无力、麻木等等症状千奇百怪，难以一下联想到重金属上。如果不是医生经验丰富联想到了，它很可能被当作其他疾病来治疗，错失及时排毒的时机。其实铅中毒并不新鲜，在工业化的20世纪，各国都曾因广泛使用含铅产品而出现大量慢性铅中毒病例。例如，早年汽油含铅作为抗震剂，导致城市居民血铅水平偏高；老式建筑使用含铅的油漆涂料，小孩舔食或啃咬剥落的漆片就可能铅中毒，甚至追溯更久远。传说古罗马贵族酷爱用铅气煮酒调味，长期饮用令他们神经错乱，这被戏称为罗马帝国衰落的隐秘原因之一。可见铅这种金属对人类的危害由来已久。但在现代日常生活中，一个平凡人没接触工业毒物，为何也会铅中毒呢？这次的案例提醒我们，祸根可能就藏在我们自以为安全的生活用品里。现在我们知道了，男子铅中毒的罪魁是他用了10几年的老保温杯。这里也引出一个令人反思的问题。我们常说勤俭节约是美德，东西坏了不轻易丢弃，但在健康问题上，有些东西真的不能省。保温杯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永久用品，它其实有自己的使用寿命。常年使用下，热胀冷缩和日常磕碰会让内胆逐渐老化。再加上很多人清洗时为了刷掉茶垢咖啡渍，习惯用钢丝球或利器用力刷磨，结果把不锈钢内壁都刷出刮痕。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细小裂痕，就是未来锈蚀的起点。一旦保护层被磨破，哪怕优质不锈钢也可能开始生锈，溶出金属离子。更不要说本身材质就不好的廉价杯子，本来就容易锈，加上粗暴清洗，更是雪上加霜。很多人有个错误观念，认为杯子只是装水装饮料，用久一点没关系。但就像我们不会一直使用已经破损生锈的炒菜锅一样，天天装入口的杯子也需要定期检查和更换。切勿因小失大，用自己的身体去替一只几百块钱的杯子埋单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我怎样判断我的保温杯是否该淘汰呢？专家给出了一些很实用的判断标准：查看、嗅闻、触摸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打开保温杯盖，仔细查看内壁，看看是否出现了变色、锈斑或明显刮痕。不锈钢内胆原本应该是光滑有金属光泽的，如果里面斑斑驳驳，甚至有锈点，那就是警讯了。其次，用清水洗净后，嗅闻杯中是否仍有异味。正常的保温杯清洗干净后，应该没有残留气味。如果闻到陈旧的金属腥味或酸败的味道，很可能就是有残留物附着或材料变质。最后，用手指小心触摸内壁表面，感受是否平滑无损。如果发现某处粗糙，或者能摸到裂缝刮痕，那表示内胆已受损。凡是以上几点，只要遇到一项，这个杯子就该考虑立即汰换了。千万不要因舍不得或觉得将就用吧而继续使用，因为一旦喝下锈蚀杯子渗出的金属，对肝肾和神经系统的伤害可能是不可逆的。有些朋友可能会说，我的保温杯当初买的可不便宜，是某大品牌304不锈钢材质，应该不含铅，应该很安全吧？质量好的保温杯确实安全性更高，但也要注意使用方式。再好的材料如果使用不当，也可能埋下风险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保温杯装饮品的注意事项。这一次事件后，医生特别提醒了6类常见的饮品，使用保温杯盛装时要格外小心。第一类是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，这两种饮料很多人早餐爱用保温杯装着带出门，尤其是赶时间时买一杯热豆浆放杯子里边走边喝，似乎方便又营养。然而豆浆和牛奶富含蛋白质，非常适合细菌生长，如果将它们一直保温存放，
温暖的环境等于给细菌提供了培养皿，一旦超过2小时还没喝完，里头的微生物可能已经大量繁殖，让饮品开始变质。就算看不出异样，喝起来味道没大变化，其实细菌数量可能已经超标，喝下肚对肠胃非常不利，轻则引发急性肠胃炎或食物中毒，上吐下泻就是警告，重则长期反复摄入少量细菌，可能造成慢性肠胃发炎，表现为经常腹泻、肠胃功能紊乱。尤其是保温杯有细小刮痕或缝隙时，蛋白质残渣很容易卡在里面，洗不干净，成为细菌温床。下次即使装清水或茶水，细菌也可能顺势跑出来，继续被我们喝进体内。如果你曾发现用某只未彻底清洗干净的保温杯喝水后，肚子经常隐隐不适，那就要警惕这种杯壁细菌的危害了。第二类需要注意的是果汁、咖啡、茶、中草药汤这些偏酸或偏碱的饮品。乍看之下，这类饮料风马牛不相及，但共通点在于它们的化学性质可能会和金属发生反应。先说果汁和咖啡。果汁，特别是像橘子、柠檬一类的果汁，含有丰富的果酸和维生素 C，pH 值较低，非常酸。咖啡本身也带酸味，长时间存放在金属杯中会慢慢腐蚀材质较差或受损的杯壁。我们之前分析过，酸性环境会让不稳定的金属析出重金属离子，所以如果你的保温杯品质不佳或已有受损，千万别长时间存放果汁或咖啡。除了金属问题，果汁在温热环境下放久了还会发酵变质，味道走样不说，还可能产生对健康不利的物质。咖啡如果保温太久，芳香物质散失，苦涩味增加，口感变差不提，其中的油脂长时间氧化也可能产生酸败味，对胃的刺激更强。再来是茶饮，很多人喜欢用保温杯泡茶叶，一泡就是一整天，这其实并不建议。茶水放久了有句老话叫隔夜茶，毒如蛇虽说有些夸张，但确实隐患不少。茶叶中富含多酚、维生素等营养，但冲泡后长时间高温保温，营养成分会被破坏殆尽，茶汤的颜色会逐渐变深发暗，滋味也从清香变得苦涩难饮。更严重的是，茶水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，而且茶叶中的鞣酸和咖啡因长时间溶出，浓度过高，喝了对胃和神经反而有害。另外，有研究指出，冲泡许久的茶水在细菌作用下可能产生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。虽然一次喝进少量亚硝酸盐不至于立刻中毒，但长期反复摄入对健康绝不是好事。所以，无论从口感还是健康角度，茶水最好泡了趁热在1-2小时内喝完，而不是闷在保温杯里一天。最后是很多中老年人喜欢的中草药和药膳汤。不少人煎好中药或炖了补汤，为了方便带去公司或出门时喝，就装进保温瓶保温。中药汤通常味道浓烈，里面可能含有某些矿物或草本成分，酸碱度不一定，甚至有的偏碱性。如果保温杯材质不佳或内壁受损，这些汤药也可能跟金属起化学作用，溶出重金属或使药汤成分发生变质。此外，中药汤如果一直保持温热，更是容易坏掉。一些滋补药材煮的汤富含营养，也富含糖分和蛋白，细菌同样喜欢。你也许听过，有些中药隔夜会变质失效，甚至产生对肝脏有害的物质，所以中药讲究现煮现喝，效果才好。如果一定要携带，最好装在干净的保温杯里，并在2小时内喝完，超过时间宁可回家再热一次，或干脆倒掉，千万别舍不得。因为坏掉的药汤不仅无益，还可能伤身。总而言之，以上这6大类饮品，豆浆、牛奶、果汁、咖啡、茶、水煎、中药，要么容易变质，要么容易和杯子材料发生不良互动。我们在享受保温杯带来的方便同时，必须留意这些时间雷区。高蛋白的豆奶类饮料务必在2小时内喝完，不要让它们在温暖的杯中成为细菌派对。而酸性或碱性的饮料则尽量不要长时间存放在金属杯中，尤其当你不确定杯子的材质是否过关或已经出现磨损时，如果需要长时间携带这类饮品，其实可以考虑其他容器，比如传统的玻璃保温瓶，内胆是玻璃，不会溶出金属，只是易碎需要小心，
或者带有陶瓷涂层的不锈钢杯，内壁有一层陶瓷保护，金属不直接接触饮料。现代也有一些高端保温杯采用316医疗级不锈钢，耐腐蚀性能更强一些。如果经常要装果汁之类，可以特地选用这类材质，相对安全。但再好的杯子都需要我们正确使用与保养，才能真正放心。讲到保温杯的材质，这里顺便科普一下，不少人可能注意过，保温杯说明上常印有304、316这样的编号，这其实就是不锈钢的钢材等级。304不锈钢是食品级常用的不锈钢型号，安全可靠，抗锈蚀，性能不错，价格适中。因此市面绝大多数中高档保温杯都用304材质，316不锈钢则更上一级，含有钼元素，耐腐蚀尤其是耐酸性能更强，通常应用在医疗器械或海洋环境，成本更高，所以只有少数高价位保温产品会标榜316材质。而便宜的保温杯有的会用201不锈钢，含镍低，耐腐蚀性差，或者干脆没标明材质。不标示材料等级的产品往往值得警惕，因为厂商若用的是304优质钢材，通常恨不得大书特书告诉消费者。反之，如果没有明确标示，很可能用料比较差。我们选购保温杯时，不妨留意产品标示和检验合格标章。信誉好的品牌会标示不锈钢等级，并通过国家食品容器安全标准，比如不锈钢制品中铅格溶出量的检验，挑选一只安全的保温杯，等于给自己买一份安心。回到我们开头的故事，经过医生的剖析，真相大白，男子多年如一日使用已经残破不堪的保温杯盛装热咖啡，让铅这种沉默的杀手日积月累侵蚀了他的身体，终于酿成大祸。确诊铅中毒后，医疗团队虽然立刻展开驱铅治疗，例如使用螯合剂帮助体内排出重金属，但10几年累积的伤害已经无法完全逆转。男子的脑部神经退化无法挽回，肾脏功能也难以恢复如初。最终，在确诊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，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。铅所造成的神经系统损伤让他出现吞咽困难，一次不慎呛咳导致食物进入气管，引发了致命的吸入性肺炎。短短1年内，一位壮年男子就这样撒手人寰，让人无比惋惜。如果时光倒流，或许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每日相伴的那杯热咖啡，居然暗藏着夺命的毒素。这起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震动，很多人开始审视自己和家人的保温杯。有人发现父母仍在用10多年前的老保温瓶，内壁早就黄黑一片，却舍不得丢。有人则想到自己办公室常年不洗的茶杯，杯壁挂满茶垢，可能也埋伏着细菌和金属残留。不少媒体也开始讨论夺命保温杯的话题，有人提出质疑，如今正规304不锈钢制的保温杯本身不含铅，那这案例中的杯子是从哪里来的铅？的确，若是合格产品，在制造时应遵守标准，不会使用含铅材料。然而，我们不得而知那名男子的杯子品牌和材质，也许年代久远，标示都磨损了。但正如前面分析，有可能他的杯子本身材质不达标，也有可能是使用中内壁镀层受损，导致原本密封在夹层或底部的铅渗漏出来。我们知道，有些保温瓶在生产过程中，为了抽成真空，会在瓶身底部用一个含铅的焊点封住。如果那层封口完整且外有不锈钢包覆，平时不会接触液体，但假如内胆破裂或封口处材料老化，铅也可能进入瓶内。因此，这案例虽然极端少见，却并非完全不可能。无论真相细节如何，它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。爱惜健康，就要重视身边容易被忽略的小物品安全。最后，让我们总结几句实用的忠告：定期检查你的保温杯，该换就换，正确清洁，不要用钢刷猛刷内壁，清洗后保持干燥，避免滋生细菌。注意饮品性质和存放时间，不要让牛奶、豆浆在杯中过夜，不要把酸性果汁长时间留在金属杯里。选购信誉良好的产品，别贪便宜买来路不明的三无杯子。如果发现自己长期以来有疲倦、贫血、记忆变差等症状，又想到家中确实有可能释放重金属的老旧器皿，千万别再大意，赶快停用并向医生咨询检查。重金属中毒虽然可怕，但完全可以透过预防来避免。
这个故事听起来令人心惊，但也给了我们一个宝贵的启示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有些看似平凡无害的习惯，如果忽视细节，可能会在多年后给我们迎头一击。保温杯原本是为了带给我们温暖和方便，却因为使用不当变成了夺走健康的帮凶，实在让人唏嘘。所幸大多数情况下，命运的走向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，只要提高一点点警觉，增加一点点知识，我们就能及时发现并排除这些隐患。今天你听了这个故事，或许会去检视一下自己每天用的杯子，回家也提醒家人注意。有了警惕和行动，我们就不必担心重蹈覆辙。人们常说，魔鬼藏在细节里，健康问题亦然。一只小小的保温杯背后，其实牵连着材料科学、微生物学、人体生理等诸多细节知识。我们不需要人人都成为专家，但保持对身边事物的好奇和警惕，多问一句，这样做安不安全，往往就能避免陷入那些看不见的陷阱。希望这个保温杯的故事能给大家提个醒，爱惜自己的身体，别让习以为常的日用品成为伤害你的隐形杀手。下次当你捧起暖乎乎的保温杯啜饮时，不妨想起这个故事，确认一下你的杯子是否干净、完好且安全无虞。毕竟健康无小事，愿我们都能平平安安享受生活中每一杯温热饮品的同时，也守护好自己的健康。